娘娘，您又胖了。自从生了红儿，这肥肉就跟发了疯一般往身上长。这祈雨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勒吧！娘娘，您再吸口气儿。吉时都快到了，怎么还不见皇后？我来了！这奔跑来的是我来了！荣娘娘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记得皇后大典的时候，她也不过是略显头晕而已啊！有分量！自从皇后生完产，皇上一次都没去过未央宫，这副鬼样子，谁见谁不吐。祈雨大使已经迟到。皇上恕罪，主要是礼服有些小了，穿的时候耽搁了点时间。还不快上来！是。红儿，来，母后带你上去。不要！哎，大肥婆，丑死了！崔贵妃，你带我上去好不好？这不合规矩啊，只有皇后才能上祭台。来，红儿，那我也不要你。太子殿下怎么这样啊？也不能全怪太子。若我有这般丑陋的母亲，我也不愿意和她站在一起。有道理啊。祈雨大典开始。糟了，忘记吸气了。糟糕，忘记吸气了。哎呦，这简直是伤风败俗。这还行，你看着。你怎么回事？皇帝，皇后这副样子继续上香会触怒神明的。崔贵妃，你来代替皇后进香。你又在闹什么？皇上，不是的，是崔贵妃推我。姐姐，我知道我取代了姐姐的位置，姐姐不高兴了。可是你也不应该伤害自己，来诬陷妹妹啊！这皇后娘娘也太过分了，祈雨大典上竟耍这些阴谋诡计，真是丑人多作怪。哼！不是的，皇上，不是这样的。来人，将皇后拖下去。皇上！祈雨大典继续。崔贵妃，你干什么？这都看不出来吗？杀你啊！不杀皇后，可是砍头的大罪。本宫有皇上的宠爱，还有太后姑母撑腰，谁敢砍本宫的头？何况本宫对外声称说你受不了祈雨大典的苦情，自尽了。你勒死他！本宫居然屈居于这个丑妇之下整整3年，真是晦气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死了？我好不容易从医学院毕业，居然死了！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奴婢听说您自枪，吓得半死。娘娘，我竟然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个200斤的肥婆皇后。你是人是鬼？勒死他！既然我继承了你的身体，我会帮你报仇的。姐姐，姐姐，我错了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，姐姐。你个死绿茶，当然希望本宫死了，只可惜阎王不收老娘，老娘又杀回来。滚！娘娘，有影子，他不是鬼。既然没死，那你装什么鬼啊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种不知尊卑的狗东西！见到本宫还不赶紧下跪磕头！你一个皇上厌弃的死肥婆，我凭什么给你下跪？本宫是皇上的正妻，只要皇上一日不废后，我就是他老婆。你一个小妾子给我吱吱喳喳的，见到本宫还不下跪磕头？按宫规，掌嘴20，给本宫狠狠的抽他！贱婢，你若敢伤本宫，本宫定将你千刀万剐！娘娘，这给本宫抽他！我不能给娘娘丢脸。哼！贱婢，你敢！贱婢，你竟敢打贵妃娘娘！阉狗，你也想以下犯上吗？奴才以下犯上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哼！继续。10、13、17、20。沈清离，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巴掌没吃够就直说，老娘保证把你打成猪头！沈清离，你干什么？狗渣男！你皇上，你总算来了，臣妾快被皇后娘娘打死了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。不是说你自尽了吗？皇后姐姐装死，骗皇上过来。妹妹劝姐姐，我说，皇上日理万机，已经够累了，咱们这些做嫔妃的，就不能再做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。可谁知道，姐姐竟然就此生气了，然后就把妹妹打成这样。你个小绿茶，倒打一耙倒是有一手啊！死肥婆，离崔母妃远一点！大肥婆，丑死了！你个小白眼狼，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教训小白眼狼啊！你没长眼睛啊！你个小白眼狼，老娘10月怀胎生下你，喝老娘奶长大的，竟然敢嫌弃自己娘丑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皇后既然也能说出如此有道理的话，就是言语太过粗俗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，不然臣妾不如死了算了。行，老娘成全你。你疯了！狗渣男，竟然伤朕！狗渣男，打就打了，你咬我呀！皇后忤逆犯上，将其打入冷宫。哎呦！拿来吧你！皇上口谕，不准尔等带任何财物进冷宫。
死绿茶，你皮要痒了是吧你？快关门！算你跑得快，不然打爆你的狗头！哎，靠，这冷宫也太破了吧！哎，哇塞，这小绿茶够阴的呀！娘娘，房子破算什么？你看这个。呀，这什么呀？这还不止呢！奴婢听见崔贵妃交代廖福海要给我们送发霉的馒头，还是发霉的。娘娘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不怕，哼哼。刺客，快来人，抓刺客！不是刺客。你好，这是您订的高级羊毛毯。哎，谢谢啊。来看看。哇，娘娘，这毯子好软和，好舒服啊！哇，这下生活用品都齐了，想让老娘吃苦，做梦！娘娘，刚刚给我们送东西的男人是谁啊？哦，他呀，时空快递员。娘娘，虽然我们现在吃穿不愁，可是您一直被困在这方寸之地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是忠烈之后，太上皇不会让我一直待在冷宫的。等他老人家远游回来，咱们就能出去了。您这样，太上皇见了，会不会也嫌弃你啊？是该减减肥了。以1个月为限，减掉100斤。100斤？被褥是湿的，馒头也是发霉的，看那死肥婆，她还怎么活？人暂时还不能死，沈家人都已经死绝了，沈清离现在又受皇上厌弃，姑母还怕什么？沈家虽然没人了，可太上皇疼他，你将他弄死，太上皇肯定会御查到底。幸好那肥婆没被勒死，那该怎么办啊？下个月太上皇就回来了，让太上皇彻底厌弃他，到那时再杀他，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恭迎太上皇回宫。皇爷爷舟车劳顿，孙儿已经为皇爷爷设下洗尘宴。好，好，好，都起来吧。谢太上皇。怎么没看见小青离呀？皇后尚在冷宫里说。什么？你把小青离打入冷宫？你忘记了当年是怎么跟沈将军承诺的吗？你对得起沈将军吗？皇爷爷，皇上也是被迫无奈，才将皇后姐姐打入冷宫的。沈姐姐自从诞下皇子之后，变得奇懒无比，后宫中的一切事务，全都交由太后娘娘来处置。其余大典上，皇后娘娘衣衫不整，皇上是为了怕惹怒神明，才让沈姐姐回宫休息。可谁知道，沈姐姐她居然闹起了自尽。皇上好心去看她，她却把皇上给伤了。皇爷爷，你看皇上的脸，就是沈姐姐弄的。不可能！青离那孩子是姑看着长大的，她的性子姑最清楚，她绝对不可能如此不知轻重。皇爷爷，臣妾说的都是真的，您是没看见沈姐姐当时就跟疯了一般。哼！皇后娘娘竟敢损伤龙体，伤害龙体按照规矩是要废后的。哼！不可能！小青离这孩子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忤逆之事吗？
来人，把皇后叫来，让姑亲自问清楚。皇爷爷，孙儿脸上的伤就足以说明一切了，何须再见沈清离啊？怎么，你怕姑问出隐情？孙儿又未曾隐瞒，有甚可怕？孙儿只是怕沈清离的样子污了您的眼睛，他如今委实有些不堪入目。哼，姑倒要看看现在的小青离到底有多不堪。来人，传皇后觐见。娘娘，您竟然真的瘦下来了！就以一个人为限，仅要100斤。娘娘，您真的不吃一口吗？不吃，产后修复没做好，加上心情抑郁、暴饮暴食导致发胖，这在现代很常见。找对方法，很快就能瘦下来。可是娘娘，您瘦了也没用啊，太上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里面的人要是没死，就去含元殿太上皇召见。娘娘，您能出去了？娘娘，您今天也太漂亮了吧！小绿茶，狗渣男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！给老祖宗磕头。这是小红儿。5年前姑离宫远游之时，你才刚满月呀，如今都长这般大。来来来，上来让姑好好看看。哎呀，你们都说清离不好，但是教养皇嗣这一条就做得很不错。老祖宗，教养我的不是母后，是崔母妃。我母妃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根本不管我。清离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父皇，是真的，您外出的这5年呢，沈清离整个人大变呀，不仅胖成球，还奇懒无比。有一次红儿发烧，若非崔贵妃发现及时，我可怜的小红恐怕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皇上可以作证，那次红儿足足烧了3天3夜，都是崔贵妃在照顾。孙儿派人传沈清离好几次，他是一次都没出现。太子殿下病了也不去照顾，这皇后娘娘也太过分了。哼，如此卑懒之人，根本不配为人母，更不配做我云国的皇后。臣恳请太上皇废后，另寻贤能。请太上皇废了沈皇后。怎么，你也想废后？如今沈清离确实不适合再做皇后。一切等皇后来了再说。这死老东西，坏本宫好事。皇后姐姐怎么还没有来啊？莫不是自觉相貌丑陋，做了太多错事，不敢来了？谁说本后不敢来？死肥猪，那副丑样子，就算来了，是什么原因？有没有真心？谁说本后不敢来？我是看见仙女了吗？这是皇后娘娘。这皇后娘娘不是个200斤的大胖子吗？给皇爷爷请安。新历来时，请皇爷爷恕罪。这皇后娘娘瘦下来，竟然如此之美呀！瘦下来的皇后娘娘，我看比崔贵妃还要美上3倍，不，10倍。
美什么美，胳膊都露在外面，简直伤风败俗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本后低你漂亮。哼，你根本就不是皇后呢，那个沈清离就是一个大胖子。你是哪里来的妖女，竟敢冒充皇后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连本宫送去的吉服都没穿，还敢在皇爷爷面前行骗？哼，好大的胆子！她竟然不是沈皇后，不敢露面就算了，竟然找人冒名顶替，沈清离简直无可救药。沈皇后弄虚作假，人神共愤，臣恳请太上皇废后，请太上皇废了沈皇后。这音乐好生熟悉。皇上，不如就让你来说说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皇后？怎么，你连自己的皇后都不认识了？此女虽容貌大变，但确实是皇后，沈清离。5年不见，小清离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。皇爷爷也越发精神了。对呀，她真的是沈皇后啊！你居然是我的母后！你个小白眼狼，现在知道叫母后了？皇上干嘛承认她身份？只要她说个不字，就能定她死罪，我也能当皇后了。一月不见，你怎么说成这样？臣妾自从上次祈雨大典后，便痛下决心，决定减肥。短短30天，硬生生瘦了100斤。啊，100斤！这，沈皇后竟然有这般的毅力呀！不愧是我云国的国母啊！对呀，那姐姐为何没穿妹妹送去的吉服？那吉服可是太后娘娘亲自为姐姐挑选，姐姐这番莫不是要糟蹋太后娘娘的心意啊？莫非皇后是看不上埃及为你挑选的吉服？原来那件开了线的礼服是太后准备的。娘娘，这是崔贵妃派人送来的衣服。幸好我没有穿，不然就会像上次祈雨大典那样，一弯腰，后背的线全开了。原来祈雨大典上母后的礼服崩裂，是因为开线了。原来祈雨大典的事还有此等隐情。放肆！你是哀家的儿媳，哀家怎可能做如此事？礼服是你送去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干的，这么快就开始狗咬狗了？应该是送礼服的奴才干的。启禀娘娘，是奴才不小心扯坏了皇后娘娘的吉服。崔贵妃，你手下的奴才胆子可真大呀，敢煽动本后的东西。这奴才煽动主子的东西，按照宫规当杖责100。这破坏祈雨大典，更是罪加1等。来人，将这胆大包天的奴才拖下去，杖责200。皇后娘娘开恩啊，奴才是无心的，贵妃娘娘救救奴才啊！200大板，还不把人打死了？皇上。廖夫还是臣妾从宫外带来的老人，就这样死了，你让臣妾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皇爷爷刚回宫，大喜的日子就别见血了。我皇爷爷可是3次亲征北狄的武帝，岂会在乎这是一点点的血腥吧？是吧，皇爷爷？知故者。小清离也！来人，将这个狗胆包天的奴才拖下去！皇后娘娘饶命！皇
皇后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救啊！皇上，这哪是打臣妾的奴才，这是打皇上你的脸面。皇后既然来了，皇爷爷，那开宴吧。那就开宴吧，都坐，都坐。臣妾特意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恭贺皇爷爷回宫。哦，此乃臣妾亲手所修的万寿图，预祝皇爷爷身体康健，永寿绵延。哎呀，竟然是双面绣啊！不愧是崔相之女啊，这女工简直是巧夺天工啊！那小绿茶走几步路都嫌累，会一针一针绣这么繁琐的东西？父皇，为了给您准备这份贺礼，崔贵妃每日只睡2个时辰，好几次眼睛绣花了，这针尖儿就直接插在手指头上。只要皇爷爷开心，臣妾的手指就算扎穿了，也甘之如饴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心了啊！皇爷爷平日里是最疼爱沈姐姐的。皇爷爷在外游历5年，此番归来，不知道沈姐姐准备了什么贺礼相贺呀？被关在冷宫1个月，刚放出来，我看你能拿出什么贺礼？就不能吃完饭再作妖吗？姐姐莫非没有准备贺礼？这太上皇回宫的消息3个月前就已经传回来了，皇后娘娘应该知道呀。这皇后娘娘瘦了以后，虽然比以前漂亮多了，但这品行比崔贵妃那还是差了不少啊。你在冷宫月余，应该没有时间准备贺礼。若无准备，就说几句吉利话吧。是啊，反正太上皇对你疼爱有加，就算是不准备，也不会与你计较的。谁说我没准备啊？姐姐既然准备了贺礼，不知是何物？该不会也是绣品吧？有崔贵妃的双面绣屏风珠玉在前，无论你送什么绣品，都会黯然失色。本后才懒得捣鼓那些费力又没用的东西。你敢说我送给皇爷爷的绣品没有用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这东西吧，木工加绣工，少说个把月。结果呢，做隔断吧，面积又太小，拿来做饰品又不上档次，顶多啊，在皇爷的宫中摆几天就被收起来，不是废品，是什么？来人，这没用的东西收下去。好，那这么说，姐姐的贺礼就是大有用途了。那当然。皇爷爷，这便是青离为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当当当！叮！这是何物？为何从未见过？看着像是铁做的。皇后姐姐，这便是你说的大有用途的贺礼。哼，区区一块铁疙瘩。以本官任职工部几十年的经验，这坨铁疙瘩也就外表其特些，并无什么大用处。拜托，我这可是21世纪的高科技，要不是皇爷爷，我才不会拿出来。我这个宝贝呢，叫空调，放在房间里，那叫一个冬暖夏凉。冬暖夏凉，就凭这区区一块铁疙瘩？切，我不信。哀家也不信。我也不信。本后是不是吹牛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皇爷爷，这6月的天热不热？哎呀，确实是热呀。若非再过几日是云氐2国5年1度的大比，姑才不愿意回来呢。没事，等我把空调打开，您就不热了。慢，
小绿茶，你又作什么妖啊？臣妾听闻，朝堂之中，若有大臣胡乱夸口，结果却不能应验，便会受到惩罚，是也不是。那妹妹也不为难姐姐，这样吧，倘若姐姐的这块铁疙瘩不能如姐姐夸口的那般，姐姐便重新回冷宫中，如何？只要你当众印下赌约，就算是太上皇，别想再将你从冷宫中放出来。姐姐可敢与妹妹一赌吗？行，那本后要是做到了呢？根本不可能。大家都是姐妹，本后呢也不想为难你。那这样吧，若是本后的空调真的能吹出冷风，你便当众学3声狗叫，如何？好。崔贵妃，那可是狗叫，我又不会说，怕什么？亮了！原来这铁疙瘩竟然会发光。如此看来，这空调也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啊。哀家听闻东海有一种萤石会自动发光，大概皇后这块铁疙瘩里安放的就是那种萤石吧。原来是萤石啊！不愧是太后，见多识广啊。姐姐，咱们赌的是你这块铁疙瘩里能吹出冷风才算赢。你整几块发光的萤石哄骗大家可不行哦。别急嘛。哇，好凉爽的风啊！黄爷爷，感觉如何？舒坦。有此等解暑神物，我看那避暑山庄可以拆了呀！怎么可能？崔贵妃，现在当你学狗叫了？此等解暑神器，若能批量打造，定可解决国库空虚的难题。姐姐，你说的是冬暖夏凉，那光吹出冷风可不行。热风呢？热风啊，这简单。好热的风啊！崔贵妃，够不够热？好热！母后，快吹冷风！没想到这空调非但能吹出冷风，还能吹出热风啊！关键是啊，这空调还不烧木柴。哎呀，若将此取暖神器广用于民间，冬日就能少冻死许多人。崔贵妃，这下你该心服口服了吧？快点吧，大家都还等着你狗叫呢。这贵妃学狗叫，在古电视剧中我都没见过，现在倒是有点迫不及待了。皇上，您帮帮臣妾吧。若是要臣妾当众做这种事情，臣妾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经理，崔如好歹是贵妃，让她学狗叫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不如换些别的，就换成让她给你道歉如何？你们都是皇上的妃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我终于明白崔丞相是怎么在短短10年的时间，从7品芝麻小官做到1品大官的，感情全靠脸皮厚啊！你说什么？甭管什么赌约，输了咱就反悔。皇上让这样的人做丞相，你就不怕败坏咱们云国的声誉吗？我爹才不是这样的。俗话说，有其女必有其父。你爱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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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晕了，要不皇后就放过崔贵妃吧。哎呀，崔贵妃，你怎么突然就晕了？皇上，崔贵妃这得的是急症。我小时候听一个神医说过，像这种突然晕倒的病，来的是又急又猛，必须要马上喝下童子尿才能醒来。要是迟了，这恐怕性命不保。皇儿，你还不赶紧给你崔母后喝童子尿啊！
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崔母妃死在你眼前呀？皇后，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皇上，你若是不相信，你现在可以去传太医。要是迟了，人有什么好歹？你可别赖在我头上。既然病情紧急，就不要犹豫了。来人，带太子去接童子尿。去吧。崔贵妃，新鲜的童子尿来了，还冒着热气呢，保证是尿到病除。来，我给你喝。臣妾已经醒了，不用喝童子尿了。崔母妃，你怎么知道要喝童子尿病才好？是啊，崔贵妃，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刚刚晕的？你是装的？臣妾刚刚真的是急晕了，恍惚之间听到皇后娘娘要怪我喝尿，我才吓醒的，当众让嫔妃喝尿。皇后姐姐的心思可真歹毒。皇上，要不是臣妾及时醒来，臣妾就要变成云国最大的笑话了。谁说这杯子里面装的是尿？那是什么？解暑的凉茶。你这个小机灵，又淘气啊！哎呀，崔贵妃，现在到你学狗叫了。皇上，你自己非要挑战皇后，朕也帮不了你。好，叫就叫，谁小时候还没学过猫啊狗啊叫的？汪！崔贵妃，你这也太小声了吧？小奶狗叫都比你大声。汪！崔母妃，你这叫声和我养的哈巴狗好像啊。是真的很像啊。原来小白眼狼是个憨憨呀。皇后姐姐，现在满意了吧？还行吧。皇后的贺礼也送了，入席吧。哎呀，皇爷爷，太上皇，我突然你怎么样，皇爷爷？哎呀，姑的肚子好痛啊，好像有无数把刀在姑的肚子里乱绞一般。快审太医！来人呐，快杀了姑啊！快用药！太上皇得的是缩脚长痈，药石无效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庸医，这儿的何用？缩脚长痈，那不就是阑尾炎吗？在现代不过是个很普通的手术。快传其他太医来！皇上，沈苑盼是我大云最好的医者，连他都没有办法治好的病，就算是把整个太医院的太医全都找来，也是白费。快点杀了姑！你们这帮不孝的子孙！皇爷爷这样再疼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臣妾看着实在是糟心。那爱妃说，该怎么办？不如给皇爷爷一个痛快，若是皇上愿意，臣妾就能命人下去为皇爷爷置办丧礼之事。迟了，小心仓促之下有所疏漏。小绿茶真好，人还没死就把人给埋了。皇爷爷，你怎么就这样去了呢？等没了太上皇这个靠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皇上，皇爷爷的病情实在是危急，您还是尽快拿主意吧。皇上，崔贵妃说的对，与其让太上皇这样生不如死的受折磨，还不如给他个痛快。杀了姑，快杀了姑！皇上您看，这也是皇爷爷自己的意愿。小小的阑尾炎而已，你们就要把人埋了？你们安的什么心？皇后，你有办法救皇爷爷？你说话归说话，你别趁机占我便宜。你可有办法救皇爷爷？你真的想救皇爷爷？
皇后这说的什么话？朕自然是真心实意要救皇爷爷。你难道不是想像他们一样，盼着皇爷爷早点死，好赶紧摘掉你头上的紧箍咒？什么紧箍咒？一山不容二虎啊！我得问清楚，免得我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，有人暗地里搞破坏。要是有人敢耍阴谋搞破坏，朕定不轻饶。皇上，臣妾一心想救皇爷爷，怎么可能害他呢？皇后，你刚才的话实在是诛心。若非太上皇病情危急，哀家定然治你个大不敬之罪。皇后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皇爷爷？皇爷爷的病叫急性阑尾炎，必须立刻做手术，将阑尾切除。什么？切除阑尾？什么？切除阑尾？阑尾长在人的肚腹中，该如何切除啊？在腹部划一道口子，将穿孔阑尾切除，再缝上刀口。都开肠破肚了，人还能活吗？就是，我看皇后姐姐不是想救皇爷爷，而是想害皇爷爷。你是不是心里就想着，反正皇爷爷现在已经病入膏肓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就算医治不好，也能落得一个孝顺的好名声。皇后姐姐的算盘打的可真是响。你们这儿的医生将人开膛破肚救不活，不代表本后不行。皇后姐姐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妹妹怎么不知道？哎，你是本后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要试试告诉你。皇上，若是这妖邪之法没有用，皇爷爷岂不是连个全尸都保不住？不可，不可呀！皇帝，快杀了我！快杀了我啊！你们这帮不孝子孙！要想救皇爷爷，就把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，立刻手术。你确信能救皇爷爷？我要是救不了皇爷爷，你把我头砍了总行了吧？皇后姐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大可以现在就叫刽子手在门口等着。现在没让人全部滚出去！皇后，皇爷爷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你留下来帮忙。好。沈小姐，这是你的包裹。那男的是谁啊？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真要向太上皇开膛破肚吗？万一手术失败，虽然我医科大学刚毕业，从没有做过临床手术经验，但是你再耽误下去，手术不用做，人直接肠穿肚烂而亡。不管了，救人要紧，这里能做手术的只有我。擦汗。想不到皇后还会医术。姑母，你说沈清离能成功吗？成功啊，肯定能成功将那老东西送上西天。老东西压在哀家头上好几十年，今日必让他归西。一会儿等那贱人出来，我就叫人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斩首示众。皇爷爷，那老东西死了。
皇爷手动了。他只是晕了，又不是死了，当然会动。皇爷爷，太上皇，你死得好惨呐！你死得好惨！皇上，你一定不能轻饶了沈清丽。太上皇死得太惨了，连个权势都没保住，而这都是你沈清离干的好事。害死皇爷爷，伤害皇爷爷的尸身，罪加一等，按律应当诛沈家9族。吵死了！皇爷，你醒了。你们才死了的，姑不过是太累了，想睡一会儿，你们就吵吵嚷嚷的，烦死了。还是说你们都盼着姑死啊？臣妾不敢。姑看你们敢得很呐！明明小庆你都说了可以救姑，你却多加阻拦，还要为姑置办后事。姑看你呀，分明就是不安好心。传姑口谕，崔贵妃心思歹毒，打入冷宫，以儆效尤。皇爷爷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臣妾只是担心您受病痛折磨。皇爷爷，还不将人拖出去！皇上，您救救臣妾！那冷宫里又冷又破又脏，臣妾会死的。皇爷爷，如儿事先并不知晓皇后会医术，不知者不罪，还请皇爷爷饶过他这一回。就是，也该怪皇后有所隐瞒。哟呵，你！皇爷爷，如儿从小锦御史，现在打入冷宫，无异于叫他去死。这冷宫本后住的，怎他就住不得？如儿和你怎么能一样？那我倒想听母后说说，他到底比本后高贵在哪？论出身，本后祖上3代可是镇国1品将军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崔贵妃的父亲10年前还是个7品芝麻小官儿。这要是论身份呢，本后可是正妻，而你不过是个2+1。何为2+1？小妾的骂称。你，皇上，光是住在延禧宫，臣妾便日日心痛难忍，臣妾真的受不了冷宫的苦头啊！如儿为了救朕，受了重伤。太医说，他至少要休养身心5年，方可恢复如初。皇爷爷，还请您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开一回恩。不信你们还敢惩罚皇上的救命恩人？我刚才还在想，小小的贵妃怎么能3番5次的顶撞皇后？感情是你这个皇帝在为她撑腰啊？怎么，你这个皇帝打算带头宠妾灭妻吗？孙儿不敢。洛论恩，沈家一门7姐屡败北地，为我云国立下赫赫战功。7人征战，1人还。唯一幸存的沈将军也是为了救你而死，小庆黎更是为你诞下太子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来人，将这个毒妇拖出去！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这冷宫也太破了，你让臣妾怎么住啊？皇上，吃穿用度的东西，能不能让臣妾多带一些？臣妾真的会被搓磨死的。皇爷爷说了，这次惩罚一切按照冷宫的规矩来。谁让你对皇爷爷不敬的？只是让你吃些苦头，没有褫夺你的封号。
皇爷爷已经开恩了。皇上这是也认为臣妾要害皇爷爷吗？臣妾发誓，真的是为了皇爷爷好。朕知道你对皇爷爷没有恶意。你在冷宫先待些时日，等到皇爷爷气顺了，朕再替你叙求情。有皇上惦记着，臣妾就算是死也值了。你为何有这么多东西？怎么，你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小妾，也有资格管本后的事情啊？我不是妾。这话等你住进未央宫，你再来跟我说吧。皇后，哎，干什么？朕想和你一起走。皇上，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走！皇上不是讨厌沈清离吗？哎，快为何点，还要与他同行？朕有些朝政大事要和皇后商议。她一个内宫夫人，懂什么朝政大事？皇上休要骗臣妾。朕还有许多奏折未批，先回御书房了。皇上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圆房啊？已经3年了，后宫的人都嘲笑臣妾，说臣妾这个宠妃名不副实。你的身子不是还未好吗？等好了再说。太医说已经好了。可是孙神医当年不是说要休养吗？哼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应该冒领功劳，赐自己一套了。这冷宫也太破了！沈清离，你敢害我！主子，不是皇后。之前不是皇后要住进来吗？主子您吩咐奴婢把冷宫里的家具都搬走，还把被褥浇湿。皇后只是让冷宫恢复原样而已。沈清离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安生。娘娘，您如今人在冷宫，太后也被禁足，您还能如何啊？而且刚刚皇上离开的方向根本不是御书房，而是未央宫。你说什么？皇上不会和皇后就此和好吧？皇后娘娘毕竟为皇上诞下皇子，那是他走了狗屎运，撞上了中了迷情香的皇上，皇上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可不能给他机会接近皇上。你去散布消息，就说我真的娘娘，房间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。太子殿下怎么来了？你不会是想回未央宫住吧？崔母妃被罚去冷宫了，延禧宫也被拨给其他妃嫔了。你不是最喜欢你崔母妃吗？为了让她当上皇后，你可是在皇爷面前诬陷我。去冷宫陪你崔母妃啊！子妍，在门口立块牌子，就写“渣男与小白眼狼不得入内”。是。子妍，关门。是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开门！说，娘娘，太
太子殿下好不容易亲近您，您真要将他拒之门外吗？您害翠贵妃被打入冷宫，他肯定不会给太子殿下好脸色的。万一伤了太子，你当他是自愿来的？这些年，太后和崔如一直挑唆小白人了，就是为了离间我们的母子关系，怎么可能给机会让他亲近我？多半是看我最近变化太大，有点害怕，所以派来监视我。啊，那确实不能让太子殿下住进来。皇上为何一直不与贵妃圆房啊？哦，奴才问过太医，贵妃娘娘只是身子弱了些，房事只要不是太剧烈，还是可以圆房的。朕知道她的身子不妨碍房事，只是朕过不了自己的心关，总觉得和她之间差一点感觉，提不起兴致来。可，红儿，你怎么哭了？崔母妃说冷宫环境太差，让我暂时先回未央宫住，然后母后又把我赶了出来。你先等着，父皇替你讨回公道。沈清丽，你可有半点身为人母的自觉？谁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进来也不知道敲门。哎，这是何物？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付咨询费了吗？你敢对朕如此无礼？想要好脸色，那你去冷宫啊！如儿拍卖牙套，保准齁死你！你救了皇爷爷，这是他给你的赏赐。黄金，不愧是皇爷爷，出手就是大方。现在可以告诉朕，那为何物了吧？这都是皇爷爷赏赐我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上来就邀功。皇上，图纸。把空调的图纸给朕。你说什么？江南多处水坝决堤，急需重修，可国库空虚，拨不出银子。朕想了一个法子，你那空调是解暑的神器，若能批量打造，卖于官员商贾之家，定能筹来一大把银子。你个宠妾灭妻的狗渣男，张口就要图纸，你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身为皇后，是民脂民膏，不为百姓做点贡献吗？你少给老娘戴高帽子！我可不是从前的沈清离了，这个皇后，老娘可做，也可不做。朕不是下过命令，今夏宫里节约开支，所有的人不得使用兵刃之物吗？你身为皇后，竟敢领头抗命，连个冰镇西瓜都吃不起，穷成这样，怎么有脸养那么多小妾啊？看来云国的百姓在你心里面也不过如此嘛。古代的皇帝果然是用下半身思考的，狗渣男！朕的嫔妃不过几人而已，哪里多了？拿起来东西！东西已经收到，你可以滚了。沈清离，你……德福，走！娘娘，您这样小心触怒皇上，再将您打入冷宫。放心吧，他现在有求于我，就算是我捅他一刀，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一会儿你就把牌子立上，免得这渣男又进来烦我。连宫里的娘娘都吃不起冰镇西瓜，那云国的百姓
难不成要砍树皮吃泥巴？可不是嘛！自从10年前内乱，北狄趁机入侵，靠着娘娘您一家一门7节，打了3年，才总算是平息了内乱。北狄也答应20年的用比试的方式代替战争，可不管是朝廷还是百姓，都穷得叮当响。皇上这5年来励精图治，却因为天灾不断，收效甚微。你说的比试，难道是下月初6，云狄2国5年一度的大礼？正是。北蛮子憋了5年，这次怕是要狮子大开口。气死朕了！皇上，您消消气。皇后娘娘应该是因为您将她打入冷宫的事跟您置气呢，这才乱传话。从洗尘宴上的表现来看，沈清离并非无理取闹之人。难道那晚他自尽有内情？德父，你去查一下，奇遇大典的晚上，未央宫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诺。听说皇后娘娘人私通啊，话不能乱说。是真的，就是奇遇大典那天晚上被崔贵妃发现了，皇后娘娘还狠狠地打了崔贵妃。皇上，应该是下面的人嘴碎，乱嚼舌根而已。不，是真的。沈小姐，这是你的包裹。沈清离，真是好得很呐你！皇上，这都是谣言呢，您别听他们这些。皇上，保重龙体呀！皇上，来，让哥哥亲一下。将未央宫团团围住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走。诺。李从姐，你发什么疯？那个野男人在哪儿？什么野男人啊？哎，刚才与你私通的野男人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皇上，搜过了，没发现男人。你老实交代，朕看在你生下太子的份上，给你留条全尸。你有病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我交出图纸。你越是这样，老娘就越不交。老娘生平呢，最不怕的就是被人威胁。早晚朕会抓住他。莫名其妙。狗渣男，影响老娘追剧。娘娘，皇上和皇后大吵了一架。太好了，是赐了白绫还是鸩酒？本宫要亲自送那贱人上路。都没有。怎么会？皇上连这都能忍？皇后不会爱上皇后的吧？不可能。皇上跟我说过，后宫里的女人他一个都不喜欢，她们都是没有灵魂的女人，所以我也碰过她们。可如今的皇后和往日大不相同了，不仅美若天仙，还活泼伶俐。洗尘宴上，奴婢就看见皇上多次盯着皇后看呢。这个贱人！孙儿想废了沈清离，孙儿想废了沈清离。为何呀？皇上，不好了！皇上，什么天大的事，在皇爷爷这里嚷嚷，要是惊扰了皇爷爷，朕扒了你的皮！皇上，崔丞相800里加急消息，北狄使团带来了汗血宝马，要和我云国比试，请皇上您早做准备呀！什么？汗血宝马？汗血宝马可日行千里，可我云国的马远远不及。这次大比第一局，我云国输定。你下去。事到如今，只能靠崔浩，他是云国第一高手，全力以赴，或能拿下第2场、第3场比试。可若用崔浩，崔贵妃还是回延禧宫较好。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崔贵妃回延禧宫了。这些天她应该瘦了不少，原本就没几两瘦，再瘦皇帝抱着都嫌硌得慌吧。娘娘，您怎么不着急啊？皇爷都跟我说了，会让崔浩安心和北蛮子比试，才将他放了出来。娘娘，您就不怕崔将军取胜，
趁机提出废后另立吗？那要他能赢啊！4号曾蝉联2届武状元，传闻是云国第一高手，打败北蛮子还是很有可能的。放心吧，他赢的。爹，你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。放心，为父一定要让那个女人好看。小茹，为兄也不帮你。等你大哥大比上赢了北狄，我就会联合文武百官，逼那女人退位让贤。你要是不想在这儿了，可以走。你当本后想来啊？可我答应了黄爷爷，我要是提早离场，他又该闹脾气不喝药。也不知道黄爷爷让你来干什么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还提莫。黄爷让我过来看你笑话，解解气。笑，等本宫当上皇后，定让人哭个够。北狄使臣觐见。阿莫奇，拜见陛下。蛮人无礼！此次比试，云国出战者是谁啊？是本将军。本将军乃云国第一。你不抢我的，你怎么样啊？胸口断裂，恐是不能参战了。大哥就这样被打败了，我还怎么当皇后？早知道这个崔浩的武状元徒有虚名，没想到入姬成这个样子。你怎么知道崔浩华而不实？凭什么告诉你？不堪一击呀！皇帝陛下，这就是你们云国第一高手的水平。你是趁武儿不注意搞偷袭，打赢了你也不光彩。就是你连招呼都没打就动手伤人，就是在我们北狄就是这样打招呼的，只能怪你们云国人太弱了。陛下，若你们云国的高手都似他这般不堪一击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。只要云国每年向北狄进贡白银1000万两，粮食500万担，绢布100万匹。这长得人不人狗不狗的东西，还真够他呢，也不怕撑死。再割北疆3城10镇给北狄，看在沈家一门6杰都死在我北狄的份儿，就这些吧。嘿，我这小暴脾气，我还真是不理了。你个猪鼻子插大葱玩意儿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大象了。什么意思？王子，他好像在骂你。你敢骂本王子？哎，我说你还不出来揍他！给老娘乳腺结节都要气出来了。你不会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水货身上了吧？原本还有几个，可昨晚不知为何全中了毒，下不来床。这也太巧了吧！云国皇帝劝你赶紧认输吧。不过本王子再加一个条件，将她送给本王子做暖床女奴。呸！放肆！你无耻！你敢侮辱云国皇后！沈清离去了北狄，那我不就能够当皇后了？韩梦琪，你也太狂妄了！本王子就是这么狂，谁让你们云国弱呢？怎么办呢？不过是个搞偷袭的，打倒一个软脚虾，瞧给你呢！你信不信？本后一只手把你打趴下！就你还一只手？哈士奇，你敢不敢跟我比个大的？多大？输的一方割成10座。10座城池，那可是我云国的半壁江山呢！太多了，这也太胡闹了！这个对呀，10座城池，万一输了，群起激愤，连朕都保不住。谁让你保？喂，哈士奇，你到底敢不敢呀？说句话。皇后娘娘都不怕，本王子有甚不敢？好啊！不可呀，陛下，千万不能答应这荒唐的赌约呀！是啊，这皇后娘娘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武艺高强的哈莫奇嘛？对呀，皇后姐姐不是无理取闹的，她既然这样说了，想必应该是有必胜的把握，是吧，姐姐？当然。皇上，
既然皇后姐姐成竹在胸，不如让姐姐试一试。难道皇后真有必胜之法？哼，你们云国人到底还打不打？不打，赶紧认输！皇后输掉比试，百姓就不会怨恨我崔家。皇上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不如让皇后娘娘试试吧。那此战便交给皇后了。此战关乎我云国的半壁江山，一定要谨慎对待。放心吧，输不了。这力量对比如此悬殊，这怎么打得赢吗？输定了，输定了！10座城啊，我等都是云国的千古罪人呐！朕是不是做错了决定？沈星宇，等你输了比试，就算是太上皇也救不了你。到时候你是低贱的女人，而我是云国最尊贵的皇后。嘿，哈士奇，小蛮牛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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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这有好吃的，来呀来呀来呀！找死！这皇后娘娘怎么还敢激怒哈莫奇呀？哎呀，以哈莫奇的力量，若是被激怒，皇后娘娘怕是性命不保啊！输吧输吧，皇后娘娘输得越惨烈，就越没人记得我崔家被打败的事。哈莫奇要是能打死人，就更完美。不跟你玩了！看我的防狼喷雾！再吃我一记暴雨梨花针！哎呀！这怎么可能？皇后娘娘居然打败了哈莫奇王子！这银针上可是涂了本后自制的麻醉剂，药效加强10倍，就算是头大象也能瞬间放倒。皇后总能让人出其不意呀！哈莫奇王子竟然不堪一击呀！连我们皇后娘娘都打不过，还在这嚣张，还让我们投降！我呸！就是可恶，竟然让他赢了！我之前怎么没想到用毒啊？皇后娘娘再这样风光下去，那我们崔家就要名誉扫地了。喂，我说哈士奇，你的10座城池呢？这也不算，不是凭真本事打赢本王子，不算。这又不是原始社会，谁跟你玩兽骨？你要是输不起，就滚回你的北狄。就是，也没有说不准用武器呀。北狄人如都这般言而无信，那5年一度的大比不比也罢。北狄虽兵强马壮，我云国亦无惧。绝不能空手回去，否则还会杀了我。约定的比试是3局2胜，刚才的比赛就算你们云国赢了，接下来该比赛马了。好，本后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人，牵本王子的汗血宝马来！哼，本王子的马，汗血宝马，可日行千里。区区千里，也好意思叫它宝马？区区千里，皇后娘娘，你知道你们云国的马才日行多少吗？云国最好的马，每日最大行程也不过500里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次真的夸错口了。那是你们的马，本后的马可是日行万里。皇后娘娘，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！必须压住贱人的风头。日行万里，那岂不是1个时辰？就要行千里。皇后姐姐，我看这大白天的，怎么做起梦来？皇后娘娘，你这个笑话成功把老子都给逗笑了。懒得和你们这些没见识的老古董争辩。敢问皇后娘娘，你那日行万里的神驹在哪儿呢？稍等。你们云国的皇后呢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啊，皇后姐姐怎么搞的？这可是2国大事，怎么一去不回来了？难道根本没有日行千里的神驹，所以逃跑了？这什么呀？这个这么快呀？这个。好美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换了件衣服，
来的有些晚。贱人，这便是本后的神驹。那东西莫非是皇后先打造出来的某种神器？皇后娘娘，你是在耍本王子？本王子虽常年生活在草原，却也知道这不过是你们云国的船。皇后娘娘，你如此指鹿为马，不但羞辱了哈莫奇王子，也羞辱了我们云国的人呐！皇上，皇后娘娘急功近利，已经神志不清，不适合出战，不如这局就认输吧。崔丞相，你到底是哪国人？哼，我云国内礼仪之邦，输也要输得有气度。你这帮胡搅蛮缠，只会给云国蒙羞。皇上，这局认输也就是个1-1，吾儿已经休养好了，下一局肯定能赢。你不是肋骨断了吗？这么快就好了？还没好彻底，不过收拾哈莫奇绰绰有余。原来你是想抢功劳啊！皇上，你就说吧，你是听我的，还是听崔丞相的？狗渣男，敢选崔老贼，我打爆你的狗头！朕相信皇后。皇上，第2场比试就交给皇后了。算你小子识相。不能给云国第3局的机会。本王子要一局定输赢。行啊，你输定了。这样，本后让你先跑。好，本王子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千里马的厉害。撤！这么快，看不见了。皇后娘娘，这马怎么还不跑啊？是啊，皇后娘娘，你怎么还不跑啊？难道是生病了呀？我看不是病了，是根本跑不了。哎呀，皇后娘娘，您快跑啊！对呀，你急什么？本后说好了，让他哈士奇先跑，就不会食言。皇上，这就是你将大任交付的皇后娘娘。先不说她这匹怪马能跑得多快，就凭她这份轻敌，她就赢不了。皇上，哈莫奇王子已经跑出100里了。哎呀，输定了！我云国的半壁江山就要葬送在一个妇人之手，臣愧对云国的列祖列宗，愧对云国的百姓啊！沈清，你就是云国的罪人。哎呀，还是得靠本将军呀！我来。皇上，哈莫奇王子已经跑出100里了，输定了，输定了，输定了！哎呀，区区几百里，瞧把你们气的！皇后，哈莫奇和汗血宝马都是不可小觑的对手，你切不可轻敌大意。你只需要全力以赴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朕都会保你平安无恙。看在你终于说了句人话的份上，我就不搞你心态了。瞧好了，所谓的马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太快了！这船竟然在陆地上捞起来了！赛程都快过半了，还不见有人追上来。本王子啊，平定了。等赢了比试，看本王子怎么收拾那个贱人！撤！王子，终于追上来了，不过和本王子比，差远了。王子，等等我，王子。怎么是你？皇后娘娘呢？王子莫急，皇后娘娘还没出发呢，她的马根本就不会动，纯属骗人的。那本王子岂不是白捡了云国的半壁江山，和一个大美人，
恭喜王子为北狄立下奇功！撤！刚才是什么东西从这跑过去了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不好，是皇后的怪马，快追啊！撤！我说哈士奇，你这汗血宝马也太 low 了吧！本后都等得不耐烦了。你为何要等本王子啊？难道是看上本王子英俊潇洒，喜欢上本王子了？就你这畜生见了都着急的样子，本后喜欢一条狗，都不会喜欢你。本后今天请客，请你们吃泥土大餐，尽情享受吧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王子，会不会是他的马发疯了啊？胜利还是属于本王子的。不跟你们玩了，拜拜喽！王子，快追！王子，你没事吧？都是你和本王子说话，害本王子被追上。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冤枉啊！王子，我都乖乖听了您的吩咐，挨了你一拳，我怎么可能帮皇后呢？可你父亲刚才还想让你打第3拳。我父亲让我打第3拳，只要我参加，那肯定能帮你，肯定会放水给王子的。哼，本王子不管这些，输了比赛，就把你们父子杀良冒功、私通北狄的事情捅出去。有了，反正这里就咱们俩，探子也是我爹的人。等咱俩回去以后，咱俩就说沿途根本就没有看见皇后娘娘，不就完了吗？还是你们云国人诡计多端。走，500里的赛程不仅需要速度，论耐力，我北狄的汗血宝马天下第一。哎呀，这几个时辰的行程，皇后娘娘那匹怪马，这饲料也不知道带的足不足够啊！哈莫奇和我儿早已到达终点，却一直没有皇后娘娘的消息，可见皇后娘娘根本不是哈莫奇王子的对手啊！皇上，你信错人了。回来！你看，回来了！本后回来了。皇后娘娘率先回来了。哎呀，皇后娘娘赢了！终点位置还没去过吧？赢什么赢啊？探子没有将本后已经到达终点的消息传回来吗？沈清离，你莫不是收买了探子，然后半路折返，混淆视听？本后才不屑于干这些无聊的事情。皇后莫非是半途折返？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？哎呀，输也就罢了啊，还做出收买探子的龌龊事，云国的脸都被皇后给丢尽了。王子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快说说，你们沿途中有没有看见皇后？臣
一路追赶哈莫奇王子，并没有看见皇后和他的怪物。陛下，臣一路追赶哈莫奇王子，可惜没有追上，喜败。申清离，你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了，还不赶快跪下认罪！崔浩，你敢说你在庄殿没有看到本后？我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本将军堂堂7尺男儿，哪怕皇后娘娘威胁恐吓，本将军也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说谎。你这个样子也配提良心？皇后娘娘，臣理解你想为云国做贡献的心情，可你也不能弄虚作假来欺负人家哈莫奇王子吧？他一个茹毛饮血的蛮子，本后分分钟秒杀他。那你拿出证据啊！连你们云国的官员都站在本王子这边，皇后娘娘，你还是快点认输吧。申清离对坐定北狄的女奴了。或许在终点处有路过的樵夫渔户，看见过比试的经过。德福，奴才在。你派人前去找寻。啊，不就是要证据吗？不用那么麻烦。此物便是证据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就你拿着破板砖，能证明什么呀？啊，土鳖，本后的车上可是装了行车记录仪的，刚刚的情况都记下来了。何为行车记录仪？这个嘛，也就是你们说的留影石。什么是留影石啊？那都是神话传说，不存在的东西。连留影石这种仙家宝物都能编造出来，皇后姐姐，你怕不是想赢想疯了？原来是假的，陛下，这局我们北狄胜了。我告诉你，有本后在，你做梦都赢不了。今天本后就让你开眼。这怎么可能？崔将军竟然帮助北狄，太可恶了！作假！崔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这。崔世坤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？皇上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我儿是武状元，年纪轻轻就官拜4品，他有什么理由去帮北狄，害我们云国呀？对，这是妖术。你说得好，朕也想知道，他为了要汉国通敌。来人，将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拖下去，着3司严加审问。爹，救我！救我！妖术，这是妖术啊！爹，审，狠狠的审！差点白把10座城池送给北狄，真是可恶至极呀！就是啊，哈士奇，你输了，你不会又想抵赖吧？哈士奇，你输了，你不会又想抵赖吧？赛况可是记录的清清楚楚，由不得你抵赖。我没想要抵赖。我北狄人说话算话，不就是10座城池吗？给你们就是。云国赢了，不愧是沈将军之女啊！皇后娘娘威武！皇后威武！皇后威武！皇后威武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朕想骑你的神驹回宫。唉。原来是想蹭车呀！我凭什么？朕可以给你银子。你终于上道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10两。啊不，100两。成交，请上车。这可是你主动勾引朕的，这可是你主动勾引朕的。啊！
你干什么？方才你主动凑过来，现在又拒绝，怎么回事？戏耍朕的吗？你该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？臭渣男，你这种烂黄瓜，你给我再多钱，我都不会亲。看好了，这叫安全带，坐现代的车必须要系上。早知道你这么容易胡思乱想，我就该把你扔后门。这材质是似铁非铁，是钢。这琉璃怎么这么痛？哎，你乱摸什么乱摸？我这可是21世纪的玻璃，你再乱摸要加钱的。走好了。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王爷爷，朕这次一定要废后。王爷爷，朕这次一定要废后。为何呀？皇后她太爱钱了，这张口闭口全是钱，简直掉钱眼里了。朕3番几次低声下气求他把空调图纸给朕，他不但不答应，他还羞辱朕。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一国之后。可你别忘了，他刚刚帮云国打败了北狄呀。他是打败了北狄，可他转头就管朕要佣金，还说看在是熟人的份上，便宜点，只要100万两。100万两啊！这要是手里有这100万两，还用得着求他吗？这是和我小青里写的空调销售企划书，具体的姑也没太看懂，大体上是说空调是个什么高科技产品，咱这儿没条件打造，只能从他那购买，然后卖出去，从中赚差价。小青里说了，不把图纸给你啊，是怕你把这件事情交给下边人去办，层层贪慕，到头来没几两银子进国库，所以啊，他要自己办这件事情。现在还想废后吗？这还是要求废后。为何呀？因为袁思通的事尚未证据确凿，事关沈清离的声誉，还是先别乱说了好。因为什么呀？孙儿，再想想吧。你就瞎折腾。想不到皇后还懂经商。我是真的爱你，亲爱的，不要离开我。这次看朕不抓你个现行！沈清离，你好大的胆子啊你！你有狂犬病啊，整天吼来吼去的。这回让朕抓到那个野男人了吧？你抓到什么？与你私通的野男人。你该不会以为他就是我情人吧？不然呢？我呢，倒是想让他当我情人，可人家不愿意。你还有脸说？哎呀，懒得跟你说这些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危险，退后！别怕，朕保护你。哎，假的假的！哎呀，我现在银行卡都刷爆了，你要是再给我批换了，我可没钱买新的了，我求求你！这是刘颖石。不对，那个给你送医疗箱的男人是真的。你这么一提醒，我倒是发现那个送快递的小哥哥确实挺帅的，要不我跟他交往试试啊？你敢？要不我跟他交往试试啊？你敢？你干什么？记住了，你是朕的女人，朕不准你跟任何男人有染。以后
朕会派人日夜跟着你，你休想再和男人有任何接触。你有病吗？你又不喜欢我，搞这些干什么？如果朕说朕喜欢你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发情，你就找你的妃子去，别来找我！哎，跟老娘滚！滚！你知道皇后为什么会如此讨厌朕吗？皇后娘娘不是讨厌皇上，奴婢听皇后娘娘的丫鬟说过，皇后娘娘想要的是那种……是什么样的？皇后娘娘想要的是……直说。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朕是皇帝，怎么可能做到？经过这次大比，沈清离彻底坐稳皇后的位置了。爹，你帮帮我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你那皇后之位？我们全家马上就要有灭顶之灾了。如此，你们竟然私通！嘘，小心隔墙有耳。那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另行险招了。朕是皇上，也是朕的皇后，朕想来就来，你不能赶朕走。不仅朕，皇儿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也不能将他拒之门外。想看什么，光明正大的去看吧。你别动我，别抢东西！李从简，你慷他人之慨，做的倒是挺溜嘛。朕这样做，是想告诉你，朕和红儿都是你的亲人。不错，朕和红儿之前是对你不够好，尤其是朕，以后我会慢慢改的。给朕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你不是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朕可以遣散后宫，只是那些女人是为了平衡朝中各方势力才收入皇宫的，有些麻烦，需要些时日。那崔如呢？她可是你的宠妃，包括崔如。走吧。李宗简，你既然对我如此狠心，那就别怪我手辣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妹妹来给姐姐赔礼道歉。我倒要看看小绿茶又作的什么妖。以前妹妹不懂事，冲撞了姐姐，还请姐姐恕罪。这茶有毒。皇后娘娘，没想到吧？你要干什么？哈莫奇王子要带你回北狄，你竟然帮着北蛮子做事，你就不怕皇上知道治你的罪吗？他都要把我赶出宫了，我还怕他处罚？你果然在偷听我们的谈话。没错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勾引他，他怎么可能抛弃我？不过你也别得意，要不了多久，等到了北狄，你就是最低贱的女人，而我将会是大王子妃。你要去北狄？难道崔丞相和北狄在私通了？没错，我父亲还有我大哥都私通北狄，但那又如何？等到了北狄，就算是皇上，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相反，他还会因为失去你这个深爱之人而感到痛不欲生。
皇上，你都听清楚了吧？唉，你没人，我是学医的，你那点蒙汗药，我一闻就知道。装晕呢，只是为了让你说出真话。贱人，你敢骗我！来人，将崔贵妃拖下去，打入天牢。皇上，不要！臣妾只是恨皇上要赶走臣妾，并不是有意要私通外敌的。皇上，臣妾从始至终爱的一直只有你一个人。若真的爱，又怎会帮哈莫奇绑架皇后？皇上，臣妾救过你的命啊！皇上，你忘了吗？还敢说救命之恩？崔浩在牢里什么都找，当年在围场救治的根本就不是你，而是你的丫鬟。你为了抢功，残忍的把你的丫鬟杀害，自己又刺了自己一刀，没想到刺得太深，伤了身子。崔叔，你可真是可恨至极呀！哇，小绿茶，你真厉害！舒儿，快点出来！爹，大王子，你们总算来了。没想到搂草打兔子，抓皇后，还带着个云国皇帝。崔世坤，你竟敢卖国投敌！没错，老夫就是投敌卖国了，又怎样？爹，皇子殿下，不要跟他们废话，赶紧杀了他们！皇后娘娘，你快过来本王子这里，一会儿就要万箭齐发，小心伤到你哦！你真当本后跟崔如一样饥不择食啊？别说是万箭齐发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本后都不会跟你走的。看看这是谁？红儿，父皇，救我！救我！崔母妃，你干嘛打我？我之前不过是利用你，在皇上面前败好而已。其实本宫早就想狠狠的杀你。小笨蛋，现在才知道谁是真的对你好了吧？皇后，你过不过来？我过来。你先把红儿放了。皇后娘娘，你拿我当傻子吗？我若是放了这个小孩，你还会过来吗？啊！我还不放心你呢。要不这样，我和红儿同时往前走，我们都不吃亏。漱口。不行，身上有太多北狄人想要的东西了，你不能去北狄。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红儿死在我面前吗？我还以为皇上有多爱你，原来他只是想要你身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吧？哼！现在可以交换人了吗？可以。子夜来了！走你！一帮蠢货！本后要是没有准备的话，会自投罗网吗？小心！有朕在，任何人休想伤害皇后一分一毫。任何人休想伤害皇后一分一毫。你没事吧？青莲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皇儿，你母后呢？母后已经走了。皇上，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
我已经和太上皇离开了皇宫。你虽然为我遣散了后宫，可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你，因为在我看来，皇帝的爱都只是昙花一现。我不愿用青春去赌一段不确定的爱情，所以我选择和太上皇出门远游，寄情于山水。哦，对了，有时间我会帮你收拾下面的蠹虫。姑若是说从今从未碰过翠如，她从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你还走吗？狗渣男竟然没碰过小绿茶，那又怎样？我还是不喜欢他。坐好啦，出发。命运在今生写下难道就没有一点机会了吗？父皇，我们是被母后抛弃了吗？那母后会不会另嫁他人？我成了没娘的孩子。朕也不会给你母后有这个机会的。可是母后已经出宫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朕可以出宫去追。那不管社稷江山了吗？皇儿，你好好加油，等你满12，我就传位于你。啊！事情里，朕会让你知道，皇帝的爱也是可以持久的。